这个男人用刀子在胶带上割了个洞，然后往嘴里插上一根吸管。女人可坏了，大口大口地喝着饮料。一会儿男人把她装回袋子，然后关上后备箱继续上路。女人叫小美，是男人这次要送的快递，而男主曾是名特种兵，退役后当起了专门为黑道人物送包裹的地下车手，当然快递费也是不菲。这天男主又接了一单，4名蒙面劫匪冲出银行，他立刻按下按钮调换车牌，上车后劫匪让快点开车。男主说约定好的是3个人，现在上来4个人不能开车，劫匪直接掏出枪指着他的头，威胁他马上开车。而男主告诉他自己加的油是经过计算的，想要跑得快只能拉3个人，超重了甩不开警车，而且我的车还有密码，杀了我你们也跑不了。没办法，劫匪只能干掉了一个小弟，他这才输入了密码发动车子。此时警车来了，男主一手油门一脚刹车，上演了一场惊险刺激的追逐大戏。来到目的地，一名小弟已守候多时，男主再次调换车牌走人。尽管做得如此隐秘，还是被警长找上了家门。但是他已经提前调换了车牌，警察无奈没有证据，只能离开。这天男主又接到了一个单子，要送个黑色袋子。他收下一半定金后，开始去任务地接包裹。雇主往后备箱里装了个黑包，男主开始出发，一路非常顺利。可半路上车子却不对劲了，下来一看车胎爆了，只好打开后备箱换备胎，但却意外看到黑袋子在动。虽然好奇，但秉着只送货不看货的原则，他并没有打开袋子，换好备胎继续出发。可是他却越想越好奇，于是开到一个偏僻的山顶，还是打开了黑袋子，发现这次要送的货物居然是个大美女。由于小美嘴上缠了胶带，男主用刀子割了个洞，让她喝了些饮料，然后小美吵着说自己要上厕所，不然就尿在车里。男主只好同意，他用小绳子拴在了小美的脖子上，然后给了她1分钟的时间。现在开始计时，小美赶紧扭头跑进了树林里。眼看时间快到了，男主却怎么叫都没有回应。过去一看，显然小美已经逃跑了，而下面是片茂密的树林。小美穿着裙子，在深山老林里突然脚底一滑，直接翻下了山坡。男主凭借自己当过特种兵的优势，很快就抓到了小美，贴上胶带扛起来就走。不曾想，刚到山顶就碰上了2名警察。小美喊了一声，接着二话不说直接动手，就这样轻松打晕了他们，然后一起装到了后备箱。到了交货地点，对方是个黑老大，男主提出袋子交给了他，领过钱正要走人，可黑老大却想让他再送个箱子，还付了1半的定金。男主答应了下来，然后开车离开。就在路上停车吃饭时，想起了后备箱的2名警察，他买了2瓶饮料，结果正往那走呢，车子却发生了显然那个箱子里是炸弹。另一边4个小弟正在打牌，有人来敲门，小弟趴在猫眼上查看，却被男主连人带门一脚踹飞。在场的其他人立马开枪，他抬起门板挡住，将他们一一干掉。一人拿枪扫射起来，被男主一脚踹飞，接着来到了黑老大的车库，抢走了他的车，然后快速的离开了。在路上的时候，一回头竟然发现了小美在后座上。男主非常生气，因为自己的车被炸都是因为他，于是把他从车上拽了下来，将他丢在马路中间，扭头开车就走。而小美只能坐那使劲大吼。走了没多远，通过后视镜一看，还是心软了，立刻倒回去将她抱进了后备箱。回到家中，抽出一把小刀，帮小美把手脚上的绳子打开了，给她做了份煮面条，然后就去休息了。小美偷偷地翻到了一张照片，这才知道她是退役特种兵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美给男主做了美味的早餐，感谢他的救命。就在2人聊天的时候，一颗会拐弯的炮弹射中了他的屋顶，2人躲到了桌子底下，一伙杀手拿出机枪对着房间内疯狂扫射，他们慌忙躲避。此时外面又发射一枚炮弹，在爆炸的前1秒，男主拽起小美，放下电梯开关，落到地下室里面，打开一个水井，2人跳了下去，而房子直接炸得面目全非。男主带着小美潜入海底，穿过一个洞口，游到另一处安全屋。小美看着男主的遭遇，觉得是因为自己害得他房子被炸，心里特别内疚，竟然决定报答男主。男主半推半就下，也就同意了。事后男主从小美口中得知，他的父亲和妹妹被黑帮走私集团绑架，关在了集装箱里，里面还有400名被拐来的少女，现在生死未卜。男主一听心软了，决定去解救他们。他们找到了黑老大，拿枪指着他的头逼问集装箱的下落。
黑老大却很强硬，不仅不说，还叫嚣着有本事杀了自己。此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，原来他是小美的父亲。男主有点懵了，原来小美是欺骗他的，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小美的父亲，干着贩卖人口的生意。小美想制止父亲，父亲则趁机朝男主举起枪，逼迫女儿放下枪，不然就杀了男主。而黑老大趁机打晕了男主，幸亏这时警长赶了过来，黑老大恶人先告状，警长将男主给带走审讯。醒来后，他将一切告诉了警长。警长虽然相信他，却啥都做不了，因为警察抓人是讲证据的。警长放了他出去，给他12小时让他破案。他来到码头，开始挨个集装箱搜查，正好看到黑老大在这跟司机交代送货地点。他们已经将少女装车，正要离开，然后小美正被他的父亲劫持一起离开。男主爬上集装箱，飞身一跃，身体挂在了卡车上，但是司机发现了他，把他向旁边的建筑物上撞，他只好跳到了桥下的一辆公交车上。一帮打手从各个方向拥了上来，开始了疯狂的打斗。几个人在狭小的车厢内展开了殊死搏斗。很快，男主将他们统统放倒，回到岸上，偷了辆小车继续追赶。可没一会，汽车就报废了，这下麻烦了。抬头一看，有辆飞机正要降落，男主立刻朝飞机追了过去，拿枪威胁主人。飞机很快追上了目标，他从飞机上纵身一跃，打开降落伞，稳稳地落到了货车顶上。降落伞挡住了后面车的视线，司机赶紧停车，后面一辆汽车直撞上来，双双发生爆炸。随后他跳进驾驶室，一脚踹飞了驾驶员，控制了货车。而黑老大突然跳进了驾驶室，两人扭打了起来。由于体力不支，男主渐渐落了下风。黑老大拉下手刹，利用刹车的惯性，一脚把男主踹了出去。黑老大以为终于解决了男主，然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趴在了车底，然后小心地从集装箱爬回了车顶，纵身一跃，将黑老大踹了出去。随后，男主将载着被拐人口的货车开出了公路，刚松了口气，结果一把手枪就瞄准了他。原来是小美的父亲，他让男主下车后拿枪把他逼到了山上，正在开枪的时候，然而一声枪响，男主却没有倒下，黑老大则身中一枪。开枪的正是他的女儿小美，他觉得父亲做了太多的坏事，果断的大义灭亲。最后警长他们也赶了过来，车厢里的被拐少女也终于获救，而男主和小美也终于在一起了。至此影片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